好，回到節目，我們來看的是《金融時報》最近披露啊，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和波安盟國啊商討一件事情啊，是如何應對伊朗戰爭結束以後在中東地區啊这個區域的局勢。那也提出了呢，由波安各國跟伊朗來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構想。這次衝突期間呢，看到阿聯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啊，一直都是波安國家當中最極力主張要對伊朗採取強硬立場的國家，並且批評阿拉伯世界都沒能對伊朗採取更強烈的回應啊感到不滿。阿聯甚至表明說，戰後將會進一步深化跟傳統上呢被視為是阿拉伯人對頭的以色列，要跟以色列之間的關係更加深化。而除了阿聯以外呢，沙烏地跟其他的波安國家呢，都比較傾向支持由巴基斯坦來主導的斡旋，也希望促成美國和伊朗之間盡快的達成結束戰爭的協議。沙烏地呢，現在也正在跟巴基斯坦、土耳其還有埃及形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像是去年9月呢，就跟巴基斯坦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好，那拉回到現在看到這樣一個狀況，是會提出跟波安各國這個跟伊朗來簽署一個互不侵犯條約的構想，是不是在表示說台灣國家不再想透過美國，而決定自己跟伊朗來達成一些互動的協議啊？是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大使就是這個意思，就是直接跟這個宿敵什葉派的宿敵和解。那互不侵犯就是某種程度和解的第一步啊。那其實他們在這次戰爭從發生到現在，基本上已經向伊朗輸送了非常友好的訊號了，就是我保持中立，而且我不讓美軍用我在境內我的基地去攻擊你，那基本上就是告訴伊朗說，這一件事我不想涉入，你也不要老是找我報復。那當然，就阿聯酋基本上，他在這次上被攻擊上，他的損失是最大，不只是他的石油天然氣設施，最重要是他的那些未來在後能源時代的這個它的經濟的一個立足點被這一次被打破了，因為它的所謂的這個金融中心，然後呢高科技中心，這些美國高科技那些什麼運算中心，然後還有什麼旅遊中心，各方面的這些布局的那麼多年非常有成效的這些進展，這次戰爭把它打垮掉了，所以他的未來被打垮了，所以他的態度當然你可以可想而知。可是這不代表海灣國家主流的意見，海灣國家主流都是發覺他們必須要直接跟伊朗改善關係。對，第一個原因是什麼？第一個原因，他們之間過去有夙願，可是還不至於發生戰爭，對，還可以互不侵犯。雖然他們是最用美國來防備伊朗對他可能衝突，可是這次美國自己打伊朗以後，把攻擊帶到他們的土地上，波及到這些國家，波及他了，所以這個是一個因素第二個就是說，他們發覺伊朗的戰術、戰法、戰力非常強，如果跟他們衝突起來的話，他們大概不是對手，所以呢就求和吧。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中東地區的一個區域的國際秩序一個很明顯的轉變。那巴基斯坦也是他們的回教兄弟，那尤其他們是巴基斯坦主要遜尼派。第一個，巴基斯坦是有核子武器的，它有核子傘的這種功能。第二個，巴基斯坦在跟印度這次打戰中是證明了它的這個戰力是非常強的。第三個，其實巴基斯坦的這些軍人過去在海灣國家擔任傭兵跟他們合作多年，對，已經很有默契了。所以這次一個這個沙特一個基地就15000這個巴基斯坦軍隊就砰一下就進去了，這不是小動作，這是大動作。所以就是說這個他們將來這個安全的這個重點，整個這個波安地區組織國家，他們對於自己的安全的安排跟規劃上，那就是我覺得就是逐漸把美國的力量把它壓低，不再透過美國了，不再透過美國。那巴基斯坦的後台軍事後台，你們也知道是誰？对。所以張老師，您覺得那未來會不會在中東形成一個不用再透過代理人，就沒有代理人這樣的一個情勢？其實代理人的制度背後有它的歷史的緣故，最重要一個是伊朗的這種所謂的政權，它的模式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一個
政治為主的，事實上它有宗教帶點的一種模式。那再加上常年的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的介入，還有後來美國的介入啊，讓這個國家，你可以讓這個中東地區，你會發現到最主要的介入者是誰？都是歐美。事實上，他們也是利用代理人的方式進來這個區塊，去建立起他自己的版圖。所以這種代理人的制度啊，在中東你說會消滅，第一個我認為歐美可能就要撤掉。對，那再來你說伊朗這個代理人制度，在我的看法，伊朗這個代理人制度，只要伊朗的政權的整個制度，它沒有受到一個很來自其他國家這種威脅的時候，其實在我的看法，這種代理人制度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會消失掉。可是我強調，未來這個制度不會消失，因為畢竟這個區塊啊裡面來自世界各的不同國家強權的介入一定會存在。了解，為了能源嘛，所以代理人制度你說消失的可能性很低啊。那美軍基地呢？這個現實的問題啊，請教晉哥，因為在卡達有這個空軍啊，巴林有海軍，科威特有陸軍哈。但是因為這次的這個美伊戰爭以後，也有一些討論是說，未來這些美軍基地的實力可能不如以往。您覺得？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光看那個就是設置基地。通常我們在軍事上啊，把它叫做 ABO。第一個就是軍隊入境權的 access 的問題，第二個是設置基地的 basing 的問題，第三 O 是 overfly，就是你的戰機過境可以執行任務的問題。所以這個我要提醒一下，你們都認為啊，這個啊就是阿聯吶。就是這個，他對這個叫做這個伊朗最為這個什麼？事實上，那個時候在美國在1月份解決掉了委內瑞拉，開始調兵遣將，然後大量的空軍呢軍力，原來在那邊大概150架，最後啊2月28號發動戰爭的時候，大概到457、8架，我大概是這個數目，就450多。那這裡頭之後，1月26號，阿聯啊就直接就講，我不容許你運用我的這個就是空域來執行啊戰爭。但是他忘了講一句話，他沒有講說我不許你用我境內的美軍基地啊對啊伊朗作戰。他們當初啊，其實這些國家啊，我們也是要體諒人家。當初把美國給拉進來，是希望能夠啊獲得美國撐腰，然後呢對啊伊朗產生嚇阻效力。但是呢，在美軍跟這個就是對伊朗2月28號動手的時候，他只有跟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去商量，其他人都被蒙在鼓裡。那這裡頭之中，只有沙烏地是老早就看出來，就是說你不可以用我的境內的基地。所以他當時2月28號一攻擊完52分鐘之後，他開始有這個組織化的抵抗，系統性的還擊。結果呢，這個國家每個國家都講，哎呦。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不是遭殃了。對，所以在未來是怎麼樣？我覺得這裡頭蠻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假如基地還要留那兒，就要加固隱秘，而且呢，要能夠要塞化才行。你覺得未來有可能美軍這邊會在，如果真的談不攏，荷姆斯海峽就是沒辦法開放，這個問題難解的話，美軍會再發動一波軍事攻擊嗎？當然了。不排除嘛？对，因為這個事情即使是爛戲拖棚，也不可能就這樣摸摸鼻子，然後夾了尾巴就溜了。OK，也要有一個象徵性的東西。但是呢，無論如何，他做什麼，他都是我跟你講，你只要動了軍事，你就可以宣稱是勝利。動了軍事就可以宣稱勝利。对，動了手。我要問你的就是哈，因為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其實最新的根據這個伊朗通訊社的報道說，其實海軍方面啊有告訴大家，有開放這個中國大陸的船隻啊有通行荷姆斯海峽。那美國財長貝森特呢特別提到了荷姆斯海峽開放的問題，他說其實這個是中國比美國更關心的，因為呢他說中國大陸呢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進口，所以呢現在海峽受阻呢其實對中國大陸的衝擊遠高於美國。他也認為中國大陸呢會在幕後運作重新開放海峽。另外在下方這個華盛頓郵報也報道說呢，美國的機密評估報告提出一個警告說，大陸方面積極利用伊朗戰爭在軍事、經濟、外交各種領域擴大對美的優勢，試圖強化全球影響力。所以誠實來看，這次美國發動了這個美以伊戰爭啊，單就美國跟伊朗之間在中東地區現在所造成的這樣一個泥淖哈，是不是在戰略上真的犯下了一個戰略錯誤？
我覺得重點是怎麼開放了。那我們以後可以回頭看啊，當初是做下什麼錯的決定。但是在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這個議題上，中國的目標跟美國的目標是一樣的，都希望可以趕快開放，讓各國的，不只是讓中國或特定國家的船艦安全的過去。這方面，美國跟中國的目標是一模一樣的，而且都反對收錢。对，通行费的問題。对。但是我同意张金啊，有必要的話，那川普即将会再次用美國軍事實力對抗伊朗海軍，為了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是就目前為止所造成的現狀，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你覺得美国有沒有犯下戰略錯誤？我真的覺得這個已經 too late。如果是錯誤的話，是 too late，因為我們只能講今天的情況，明後天的情況啊。你不要去拷問這個美國人好不好？他還將來你講錯話回不了美國怎麼辦？所以那您覺得呢？您就不會去美國？我覺得。